19998，19999，肌肉纤维撕裂率达到完美阈值，乳酸代谢正常，效率比昨日提升0.5%。小凡啊，你轻点儿，这地皮都要被你踩塌了。老爹，早。早个屁！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是无魔白丁，你动静搞这么大，万一把朝廷的御卫引来，咱俩都得被抓去边疆。我知道，这是一个魔法及一切的严格社会，只不过在大前朝，他们称之为法术或灵法。每个人出生时，脖颈上都会带有一道红色的法纹印记，印记越深，法力越强，地位就越高，皆可封侯拜相。而没有印记的人，连呼吸都是错的，只能沦为最底层的奴隶杂役。你知道你还天天练你那破肉肾，肌肉练得再大有什么用？人家一道火诀，你就成烤五花了。老爹，你这就不懂了。根据热力学第2定律，只要我的肌肉密度足够大，挥拳时的动能产生的风就足以在火球接触我之前，抽干周围的氧气，破坏燃烧条件。你又在念什么疯话？什么定律？物理。既然这个大前王朝不讲科学，那我就用拳头给这个世界强行科普。行了行了，别扯淡了。唉，这是这个月攒下的几十枚铜板，现在外头通货膨胀太厉害了，这点钱连买个法纹贴纸都不够。咱们这种黑户只能躲在这儿。完了，是4阶大妖玄岩地刺熊，他怎么会在外围？人类死！完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4阶防御绝对严加。受力面积没控制好，动能溢出了15%，浪费。小凡，你用了什么上古禁咒？没用禁咒，只是单纯的直拳。老爹，根据动能公式，只要我的出拳速度达到音速的5倍，质量再小的拳头也能产生堪比巡航导弹的破坏力。糟糕，小凡，快把脖子遮住！这是4阶大妖玄岩地刺熊的残骸，而且是一击毙命，1击秒杀4阶大妖，这绝对是上3品大能。你们2个，方才是不是有一位大人路过此地？往哪个方向去了？没别人，熊是我打死的。4阶大妖是你打死的？我看你想冒领赏银想疯了吧！大人，别跟这俩贱民废话了，看他们这穷酸样，估计是躲在黑风林里的无法者黑户。老东西，抬起头来！果然是无法者，好大的胆子！根据大前律法御法篇第34条，无法者未在灵矿服役，私自逃离者，就地剥夺性命，神魂俱灭！大人饶命啊！我们只是在这里捡点野果生存，没有干坏事啊！这年头苛捐灭税太高了，连奴役税都交不起，求求您放过我们吧！放过你！去死吧，贱民！这温度，连做热敷都不够。你找死！放开我爹！好小子，你居然敢袭击朝廷命官！列阵，把他们给本官拿下！慢着，怎么？现在知道怕了？晚了！查他的脖子，他肯定也是个无法者。抬起头来！大人，他有法纹。什么？这是什么图腾？为何本官翻遍古籍，也从未见过这种形状的法纹？这是刚觉醒的隐藏阵法图腾，名为薛定谔的法阵。在你不观察它的时候，它是不存在的。
一旦你观察它，它就出现了。薛什么阵？少废话，用探灵经试一下不就知道了？物理学常识，急速摩擦会产生大量静电。这光芒，好狂暴的灵气，好恐怖的波动，这是极致的火星变异灵力，甚至带着毁灭的天道法则。天骄，绝世天骄！尊贵的阁下，请原谅下官刚才的无礼。您这绝对是传说中的远古返祖觉醒，难怪那头4阶大妖会死在这里，一定是被您觉醒时外泄的狂暴法力给活活震死的。啊，对，是震死的。阁下，您今年多大？18。18岁！天哪，18岁才觉醒，厚积薄发，法力竟然浑厚到能撑爆探灵经。阁下，你一定得跟我回京城。按照大前律法，凡是觉醒上品法术天赋的子民，必须立刻送往大前最高学府太玄法院进修。不去，我要留在这里照顾我爹。哎呦，我的活祖宗！您怎么能在这穷乡僻壤埋没您的天赋？您看这样好不好？这位老太爷虽然没有法力，但既然是您的父亲，那就是我们大前的功臣。下官立刻给您在京城置办3进3出的大宅子，全套丫鬟伺候着，绝对比在这担惊受怕强10000倍。小凡，这好，我去。太好了，那我们赶紧启程。老爹，你去京城好好享福，我去那个什么太玄法院待几天，混个功名就回来陪你。小凡，你可千万要当心啊！你那玩意儿可千万别沾水呀！放心，掉色了我再补。太玄法院，法术及一切的社会是吧？不会法术就奴役是吧？大人，您能不能别蹦了？这法阵快承受不住了。997、998，我在利用高空稀薄的空气和超强风阻进行深层无氧抗阻力训练，风阻系数超过0.8，我这是在帮你们压低重心。下官不懂啊！不懂就多读书。得补一下了。阁下，您这是在做甚？哦，补个法文。我这法文名为薛定谔的法阵，属于消耗型印记。刚才的高空无氧运动导致体表温度过高，灵气蒸发，需要手动补充朱砂作为介质，以维持法文的稳定性。补法文还能自己画的？大惊小怪，你们的法文都是出厂自带，我这是后天 DIY 高级定制，懂？挨个上前。河东柳氏柳青青，随行法力3阶，入外院。原来是这么个测试原理，生物电刺激晶体内部的光电效应。如果我用肌肉摩擦产生静电，应该也能点亮它。不过这柱子体积太大，需要的电质量呈指数级增长，有点麻烦。哪儿来的叫花子，也敢来太玄法院？是京城雷家的3少爷雷岩，听说这位可是百年难遇的火星奇才。本少爷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这么丑的法纹，你这是什么狗屁印记？体脂率目测超过了25%，下盘虚浮，核心力量薄弱。你脖子上的毛细血管异常扩张，说明你的心血管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强行使用火系法术，由于你体内脂肪含量过高，极易引发自燃。为了你的生命安全，建议你每天先做500个波比跳进行减脂。放肆！你个贱民，竟敢侮辱本少爷！我可是4阶火灵根，烈火诀。看到没有？这就是高贵的火行法力。你要干什么？物理灭火。你竟敢！根据燃烧3要素，降低温度和隔绝阳气是最有效的灭火手段。不用谢我，我刚才救了你一命，防止了你的脂肪发生爆炸。我要杀了你！肃静！太玄法院重地，岂容尔等喧哗！雷岩，上前策领。
你给我等着！这是5阶边缘火星极品天赋，天才！雷家出了个绝境天才啊！5阶，我的天，可以直接进入内院了！雷少爷威武！建民，看到了吗？这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该你了。下一个，上前测灵。站好，手贴上去，注入灵力。一点光都没有，这是个白丁啊！印记绝对是画的，是个无法者。贱民，原来你是个没法力的废物！大胆狂徒，竟敢伪造法文欺瞒法院！所有御法卫何在？将此无法者拿下，剥去伪装，打断四肢，发派极北苦寒之地，永世为奴。等一下，并非我没有法力，而是你们的设备出现了故障。满口胡言！太乙测灵珠乃是上古神物，怎会出故障？明明是你这废物体内空空如也。严长老，是吧？任何物质的传导都需要满足特定的接触条件。这根柱子表面存在包浆和氧化层，导致我的生物电能无法有效传导。什么狗屁生物电？本长老听都没听过！拿下！那就增加压强，强行建立传导通道。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太乙晶石怎么可能会裂？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只要压力超过了巨灵结构的屈服强度，给我碎！硬度大概在7左右，跟石英差不多，比我想象的要脆。材料强度不过万，建议你们更换供应商。撑爆了，不是没有法力，而是法力太过浩瀚，太过狂暴，如同汪洋大海，瞬间撑爆了测灵珠的承载极限。这是传说中灵气液化逆反先天的无上境界，绝世妖孽，绝世妖孽啊！天佑我太玄法院！这得多深厚的法力啊！我居然在这样的怪物面前玩火！我再说一遍，这只是简单的物理受力分析和材料力学应用。我懂，此乃大能返璞归真之言。物理一定是某种失传的上古无上心法，受力分析定是勘破天道法则的至高秘术。随你们怎么想吧。那我现在算通过测试了吗？通过了，自然是通过了。传本长老令，李凡敲抢太玄钟，应绝阶晋升天字甲等内院。居然混进来了，晚上回去再补补。13200，13200，13200，13200，很好，大圆肌和背阔肌的收缩感很到位。根据肌纤维撕裂与超量恢复原理，想要在古代这种缺乏高强度蛋白粉的环境下维持肌肉维度，必须加大离心阶段的受力时间。你在干什么？陈烈，陈烈，用镇压阵眼的10万斤玄武鼎做陈烈，你没有使用聚力符，这怎么可能？慕容雪，天字家等内院第一天才，主修阵法与灵气理论。只要骨骼密度足够大，韧带强度达到高碳钢的级别，10万斤不过是热身，这叫渐进式超负荷训练。进式？这难道是某种失传的上古体修秘法？不用灵气，纯靠肉身沟通天地法则？快走吧，今天是清风导师的御剑飞行课。你昨日捏爆了测灵柱，清风导师可是点名要看看你这绝世天雕的御空之术。肃静！今日是你们进入内院的第一堂御剑飞行课，修仙之路逆天而行，玉气成风，方能朝游北海，沐苍蒲，
飞行是检验一个法修对灵气掌控度最直接的标准。凝神静气，将法力注入剑身，沟通剑内阵法，使之悬浮。雷炎，你先来什么？是导师。不错，雷炎的火行灵力虽然狂暴，但掌控的极其精细，御剑速度和稳定性都是上佳，不愧是雷家的天才。听到了吗？这才是高雅的法术。蛮力再大有什么用？你还能用蛮力把自己扔上天不成？李凡，昨日你一鸣惊人，法力之雄厚，震慑古今。今日这御剑之术，想必你也是信手拈来，上来试一把吧。有问题吗？导师，这把剑的斩悬比太低了，意在合过大，而且它的横截面是平的，完全不符合流体力学中的伯特原理。博什么？简单来说，它无法在空气中产生足够的升力差。这种反人类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是不可能飞得起来的。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御剑飞行靠的是法力和阵法，谁管你什么疯不疯的？你该不会是根本不会御剑吧？放肆！李凡，休要说这些听不懂的胡话。修真界御剑万年，从无人说剑不能飞，你只管注入法力便是。法力？我没有那种不科学的能量。不过，既然导师非要我踩上去，那我就试试吧。你看，我说了，它的材料强度和升力系数根本承载不了我的静态质量，这是基本的材料力学常识。剑断了！你这体重到底有多恐怖？3200斤，由于肌肉纤维的超高密度压缩，我的比重远超常人。没有剑，你如何御空？没有合适的飞行器，我可以自己找一个。这棵树的横截面积足够大，如果是圆柱体流线型，风阻虽然大，但以足够的速度突破阴障时，可以产生稳定的激波托举力。只要出速度足够大，空气密度在低空相对稳定，它就能飞。他要干什么？他该不会是想……大地借力，脊柱传导，核心收缩，起！我的亲娘老子，倒拔千年铁化术！这绝对是上古神力，不用一丝灵气，纯粹的肉身正道。这是何等恐怖的境界！投掷的初速度决定了滞空时间，目标云层上方3000米。飞到天了，快看上面！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弹射起步。风速35米每秒，空气阻力在可控范围内。这种大排量的单人飞行器，比那破木剑好用多了。踩着树飞了，这算哪门子御剑？谁家好人御剑御的是一棵千年大树啊！绝密录天教李凡之御空术，不拘泥于剑的形体，以天地万物为剑，倒拔巨木，御木成风，此乃失传已久的万物皆可御之无上空间法门。快散开！导师，这就是我主修的空气动力学空间阵法，只要推力大，板砖也能飞上天。38000毫升，39000毫升，4万！
肺泡扩张极限测试完毕。在水下30丈的高压环境中，不依靠任何换气设备，纯靠憋气进行高强度的闭气深蹲，耗时3个时辰。目前我的最大肺活量已经突破了10万毫升，横膈膜的收缩力度足以产生堪比12级陶风的风张，勉勉强强吧。你又在练什么上古邪术？不是邪术，是心肺功能训练。根据波伊尔定律，在定量定温下，理想气体的铁基与气体的内压成反比。我在深水高压下扩张肺部，是为了增加肺泡壁的弹性和肌肉强度，从而在回到增压环境时获得超越常人的气流吞吐量。波伊尔定律，这是哪位上古大帝的尊号？理想气体，莫非是指最纯粹的先天真气？绝密录，天骄李凡之吐纳术，以肉身沉入万军深渊，逆转气压，吞吐天地先天真气。此乃失传神功，波伊尔大帝吞天诀。唉，随便你怎么写吧，我饿了。食堂开饭了吗？碳水化合物太少，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严重失衡，这肉质太柴，氨基酸种类不够丰富，太玄家院的伙食太差了，看来以后得自己去黑风林打猎改善一下了。是谁？是谁敢毁我三弟的道心？是雷动，雷家长孙，天子家等内院排名前3的绝世火系天才，他怎么出关了？听说是雷岩少爷昨天被李凡打击得太惨，回去后天天念叨什么空气动力学，现在人都疯了，连火球都搓不出来了。雷动肯定是来寻仇的。你就是那个靠坑蒙拐骗混进内院的白丁李凡。纠正你2个错误：第一，我没有坑蒙拐骗，我是通过正规测试进来的。第二，你弟弟疯了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无法接受真理的洗礼。闭嘴！什么狗屁科学真理？在这大前王朝，法术才是唯一的真理。你用妖言惑众毁我三弟，今日我雷动便要在生死台上用雷家至高无上的9天劫火，将你烧成灰烬，以正视听。生死台？怎么怕了？你若是怕了，就当着全院的面跪下来大喊3声“我是不通法术的废物”，然后自断双臂，滚出太玄法院。李凡，别去！雷动的火焰非同小可，不是靠力气大就能解决的。刚吃饱，正好需要一点高强度的热身运动来促进胃酸分泌。走吧，速战速决，我还要回去做2万组深蹲。狂妄至极，佛法漫天流金雨，死吧！天啊，是雷家的绝学，李凡死定了！第一步，增加肌肉密度，降低导热几率。结束了。在我的漫天流星雨之下，就算是一头5阶妖兽也会被烧成焦炭，区区肉体凡胎，只怕连骨灰都不剩了。可惜了那个绝世天骄的头衔啊！在绝对的法术面前，肌肉毫无意义。温度不够均匀。什么？你这火球的温度，初步估算在800度左右。
但很可惜，人体汗液更发会吸收大量的热量，再加上我通过控制毛细血管收缩，在表面形成了一层极度致密的肌肉隔热层。简单来说，你刚才那招勉强够格给我拔个火罐，还有没有温度更高点的？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人的肉身怎么可能扛住法术之火？你一定用了什么极品防御法器！我不信！这是你逼我的，给我去死！雷四禁咒，九龙天火咒！是禁咒！李凡，快躲开啊！数量到着火点，温度既然无法免疫了，那就从另外2个条件入手。肺活量测试第2阶段，强制排氧灭火法。隔热膨胀，降温灭火，喷！怎么可能？法术是假的，火是吹得灭的。我修了30年的火法，到底修了个什么东西啊？这风阻还是不够大，横膈膜的锻炼效果不如在水下好。早跟你说了，多读点书，2氧化碳灭火，初中化学常识。李凡，你的法文呢？刚才用力过猛，法纹因为超高温产生了涮变，现在已经从铜钱形态进化成了十字星形态，这在魔法学上叫做动态图腾自适应升级，懂？懂了，我懂了。上古大能的法纹竟然可以随着战斗强度的提升而自由改变形态，这是何等逆天的大道法则呀！很好，孺子可教。那么接下来该去吃午饭了。10万，收。颈锁骨乳毒肌的抗拉伸极限又提升了，看来这种低氧环境下的等长收缩训练，对强化颈部神经元的传导速度有奇效。你这又是在修炼什么失传的铁头功？这不是铁头功，这是颈部抗冲击训练，防止在高速运动中因为惯性导致颈椎折断。物理学常识，当速度达到一定阈值，脆弱的颈椎是人体最大的破绽。懂了，颈部重力法则，以肉身抗衡天地引力。我查遍了这破书，上面写着无魔白丁，世代为奴，狱主杀之无罪，这不科学，也不合理。想要安稳躺平，就得掀翻这个不科学的制度。你想废除奴隶制？李凡，你疯了！这可是大乾开国大帝定下的铁律，是铭刻在太玄藏书阁顶层天道法典上的根本大法。太玄藏书阁顶层，藏书阁第9层存放着大乾王朝的阵法核心与法典原件，除非有人能上去篡改原件，否则奴隶制永远不可能废除。但那上面布满了上古禁制，连院长都进不去。有原件就行，只要物理销毁或者物理涂毁，系统就得重新加载。走，去藏书阁，我要去修改系统底层代码。修改什么码？快看，是那个怪物李凡！疯了吧？第9层可是绝对禁区，只有历代院长在临终前才能踏入半步。口可是由上古大妖的神魂炼制而成的问心索尼石像把守的。凡人止步，此乃天道禁区，
若欲入内，需答出本座的大道问心之谜，答错者神魂俱灰。问心索尼，活了！八戒长老都被他劈成白痴了。我走天意。林凡小心，物理力量没用的。出题吧，我赶时间。狂妄的蝼蚁，听好了，本座的第一问：天地初开，混沌未分，何为万物之始？何为阴阳之极？气之源头究竟是虚无还是实存？你这问题问得太不严谨了。首先，天地初开的混沌阶段，在天体物理学中被称为极仙，一个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大、温度无限高、时空曲率无限大的存在。其次，你所谓的万物之始，不过是宇宙大爆炸后能量转化为质量的过程。根据质能等价理论，不存在什么虚无，一切都是能量的表现形式。最后，至于你说的气之源头，也就是构成物质的基础，不是什么玄乎的阴阳，而是基本粒子、夸克和氢子。只要你能用高能粒子加速器把原子核撞碎，你就能亲眼看到你的气之源头。极点、智能、等价、夸克是什么妖兽？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你竟敢用这种狗屁不通的风语来亵渎大道，密码错误，受死吧，狂妄的白蝶！这禁忌法术，大荒天雷劫！快跑！这威力足以把整个广场夷为平地。所以，文科生讲不过理，就开始动手了是吧？密码验证失败，那我就只能用物理抓包工具，强行破你的防火墙了。他在干什么？死到临头了，还在给石像挠痒痒吗？声音在陨星眼中的传播速度大约为6000米每秒。刚才敲击的回声反馈周期为0.005秒。测算完毕，这尊石像的固有共振频率为200赫兹。只要我的出拳频率和力道震动刚好卡在200赫兹这个波峰上，就会产生破坏性的物理共振。毁灭吧，蝼蚁！该闭嘴的是你，老古董！物理法则，绝对共振破甲！哈哈哈哈！就这，我还以为……怎么可能？没有灵气外泄，没有法诀念诵，这难道是太虚机密？这是失传了10万年的无视防御之剑绝对破甲咒，它没有攻击石像的表面，它直接用无上的法则之力攻击了石像存在的概念本身。天神降临，一凡学长牛逼！神他妈绝对破甲咒，这帮人平时是真的一点书都不看啊！李凡学长，您脖子上的法纹怎么变成三角形了？托普学听过吗？在连续变形下保持不变的几何属性，我的法纹名为绝对真理印记，它不受固定形态的束缚。十字星代表空间维度的扩张，而现在这个三角形代表着最稳固的物理结构，象征着我刚刚打破禁制后道心的坚不可摧。它这是进化了。懂了，学长的意思是大道无形，万物皆可为法纹。三角形最稳固的道心结构，太深奥了，我要把它刻在我的本命法宝上。李凡法纹第3形态，坚不可摧之三角，象征着无上大道的终极稳固。一群傻子。找到了系统的底层流氓代码，只要进行物理销毁，系统就会报错，奴隶制自然瓦解。没有实体，不，它有实体，但我无法破坏它，这不符合材料力学。在量子力学中，
这叫做宏观量子叠加态与观察者效应的结合。这本法典是大田王朝亿万修仙者集体意识的迹象化，因为这个世界99%的人都法术至上，无魔者是奴隶。这种庞大的社会贡献给这本法典加上了一层不可破坏的概念锁。只要这个世界的多数人还信仰法术，这本法典在物理层面上就是无敌的。我现在的物理攻击再强，也无法直接打破一个由亿万人构成的集体意识共识。想要格式化这个世界的硬盘，就必须先改变观察者的认知。既然你们觉得法术是无敌的，那我就用纯粹的肉身一步步爬到这个世界的最巅峰。我要把所有的天才、长老、院长乃至整个大前的皇帝全部用物理学按在地上摩擦。我要让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亲眼看到，肌肉比魔法更牛逼。当所有人都对法术产生怀疑，对物理产生敬畏时，这本法典的概念锁就会自动瓦解。到那时，它就是一本普通的厕纸。你先在这里待着，等我成了天下第一，我再回来撕你。700转，800转，突破1000转。马赫环。表皮角质层耐温极限测试完毕，手速达到1000转每秒时，摩擦产生的热量足以融化熔点在1500度以上的玄铁。很好，如果在野外遇到极端低温环境，我完全可以靠双手摩擦进行体温自加热。纯靠双掌衍生飘3昧能火，太可怕了！这就是大道至简吗？时间差不多了，该去大考集合了。今日是你们进入内院以来的第一次期中考核，考核地点万妖秘境边缘的幽冥冰林。考核规则很简单，在幽冥宅冰林中生存3天蜜3夜，御寒法器，一切生存物资必须在秘境中自行解决。记住，幽冥冰林夜间温度极低，且有妖兽出没，坚持不住的捏碎玉牌弃权，但其中成绩直接记为下等。现在阵法开启，所有人入秘境。好冷，这鬼地方起码有零下几10度吧？哈哈哈哈哈！这种考核简直就是为本少爷量身定做的。雷少爷威武！火星法术在生存考核里简直是神迹啊！雷少，求抱大腿，晚上睡觉借个火啊！哟，哼，这不是我们的绝世天骄李凡吗？怎么，你的绝对真理印记不能发光发热吗？这大冷天的，你这身腱子肉怕是要冻成冰雕了吧？脂肪的御寒效果确实比肌肉好，但这不代表我怕冷。装！我看你到了晚上怎么死！太冷了，李凡，你这样会冻死的。你没有火星灵力，这湿木头根本点不着啊！要不你跟我去那边，我用这盘护住你。不用，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只要做工的速率超于热量死湿的速率，温度就会持续上升。可是这木头是湿的呀，没有法术，防火怎么可能点得燃？只要压力足够大，相对位移的速度足够快。这是什么火？这不是凡火，也不是法术之火，这叫物理学奇迹。通过极高强度的摩擦做工，让湿木头内部的水分瞬间气化，产生的高温高压点燃了木材本身的碳素。虽然燃烧的很粗暴，但取暖效果还不错。那边怎么回事？谁放了高阶火星剑？好像是李凡所在的方向。不可能，他一个肉身莽夫，怎么可能放出这么恐怖的火焰？幽冥三头犬！我的天，是冰林霸主，6阶加妖怎么能会外围来？
完了！六阶大妖，就算是炎赵来了也得头疼，我们死定了！大家别怕，看本少爷的！吵死了！大半夜的扰人清梦，不过这简直是一个完美的生物抱枕。你疯了！快回来，那是六阶妖兽啊！吵死！兽力面积过大，速度太慢。杠杆原理。给我闭嘴！你的重心太高了。物理学常识，破坏下盘稳定性。起！还没完，重动脉搏压迫术。没有法术，就是骑上去勒脖子。他娘的是什么上古无上镇妖诀？完美的人体工学弧度，温度恒定45度，皮毛堪比席梦4，简直是最强装备。大家早点睡，明早还要接着考。他把六阶大妖当成了抱枕。998、999、1000，离心力收缩达到抗阻极限。给我向后退。不错，六阶大妖的牵引力大约在5万斤左右变动，非常适合做深层肌肉的泵感激活。李凡，你的法文！放肆！本导师早就怀疑你这诗有问题。测灵大典，你哗众取宠；御剑课上，你毁坏宝物。如今这妖兽的一口唾沫，终于洗掉了你的伪装。你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法文、没有灵力的低贱白丁。没有法文，难怪他打妖兽全靠蛮力，他根本就不会法术。哇，这个贱民终于露馅了！李凡，你脖子上的法纹呢？慌什么？赵导师是吧？建议你回去多读点书，不要把你的无知当成你指控我的证据。你还敢狡辩？你用妖兽的血涂在脖子上，真当所有人都是瞎子吗？妖兽之血，这叫同位素标记法辅助的狂化嗜血状态。狂什么状态？这是物理学与生物学交叉常识。当法修经历极端战斗，肾上腺素飙升，心率突破300，此时表皮的法纹会因为毛细血管的极度收缩而暂时隐匿。绝密录更新，天骄李凡之法纹隐藏形态，大道至简，法纹内敛，以大妖之血为引，开启狂化诗卷状态，此乃肉身成圣者的最高阶战法。难怪能徒手制服6阶大妖，原来一直在狂化。用妖血做封印，太狂野了，太帅了！满口胡言！
你既然说你有法力，那好，本导师现在就亲自试你一试。若你接不下我一招，本导师就地将你这冒牌货神魂俱灭。七阶风系法术，斩空封刃。赵导师，不可！期中考核不可对学子下杀手。让开！这等欺世盗名之辈，留之何用？什么？是七阶巅峰大妖霸主极寒泰坦抱怨。他怎么会苏醒？这种级别的怪物，不是应该在秘境最深处沉睡吗？完了，全完！孽畜休狂，看本导师斩你！狂风绝息斩！赵导师被秒杀了！体重超1000吨的奇迹，可惜装甲选材太失败了。李凡，快跑啊！跑？根据压强公式，受力面积越大，压强越小。这种大面积的踩踏对我无效。扛住了！静态力量对抗结束，现在开始破甲测试。别装死了，给我对着他的左腿关节喷火！加热完毕，表层800度。接下来急速冷冻，物理学圣剑，热胀冷缩破甲弹。防御已被瓦解，最后一步，定向动能爆破。寸进，共振粉碎拳！冰这种材料硬度虽然高，但韧性太差，极易发生退性断裂。学点知识吧，大猴子。长老，这头猴子失去了行动能力。根据野外生存法则，我现在是食物链顶端了。期中考核可以结束了吗？我急着回去吃早饭，善堂去晚了就只剩馒头了。结束了，太玄法院内院期中考核正式结束。天字头等内院李凡单人制服6阶、7阶大妖，护道有功，力压群雄。本次考核，李凡名列榜首，奖励学分10000点，极品灵石1000枚。这学校虽然不讲科学，但发奖金的态度还是挺符合经济学逻辑的。45000斤，5万斤，水压冲击力达到峰值，抗冲击应力测试开始。全方位物理重击，正刺激成骨细胞增生，骨密度大幅度提高，肉体质变进行中。10000斤重水淬体，不用一丝灵气护盾，这简直是上古大巫的修行之法。原来这叫
流体力学动量定理，太深奥了，这绝对是直指大道的无上心法口诀。擦干汗水，防止体表温度流失过快，导致免疫力下降。李凡，你听说了吗？学院下达了最新通知，下个月要举办天骄团队斗技赛。没兴趣。我要打猎，囤积高蛋白食物。最近学院食堂的伙食标准下降了。可是这次比赛的冠军奖励是太玄藏经阁任意功法的戒日卷，外加10万极品零食。藏经阁就是那个放着大钱签到法典的藏经阁。对，10万极品零食。没错，能买几座大山那么多的肉。我仔细思考了一下，作为太玄法院的一份子，参加集体活动，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报名表在哪儿？带我去。不过这是团队赛，要求必须是4人小队。你现在因为测灵大典和期中考核的表现太另类，那些传统法修天骄都觉得你是个只懂蛮力的怪物，他们都不愿意跟你组队。不需要他们，我还嫌他们拖我后腿，我自己去找人。王富贵、孙小吼，还有你这个爱哭鬼林婉英，你们3个灵根加起来都凑不齐1节的废物，也配吃着碧梗米？把你们这个月的零食份额全交出来！不交是吧？给我打！谁？浪费食物。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哪怕是1克碳水化合物，也是维持生命体征的重要战略物资。你们这种糟蹋卡路里的行为，是对热力学的极大亵渎。你是那个怪物李凡！滚！王富贵，土系灵根体脂率超过40%。孙小猴，风系灵根，重度营养不良，肌肉萎缩。林婉星，水系治愈，心肺功能极差，情绪不稳定，导致内分泌失调。我要参加斗技场团队赛，现在你们被我征用了，入队。李凡学长，我们都是钉子班最差的废物，我连个最基础的土墙术都放不出来，只能召唤出一块泥巴。我的御风术只能吹起女生的裙角，连片树叶都切不开。我只会水疗术，但法力太弱，只能给人洗洗脸。很好，我不需要那违背能量守恒的虚假法术。从今天起，你们的法术由我来重新定义。既然加入我的战队，作为队长，我传授你们本门至高无上的秘籍。学长，什么秘籍？只要能变强，我什么苦都能吃。
长，你这秘籍怎么连个吐纳法诀都没有？打坐冥想可是修仙的基础啊！打坐，静止状态下的热量消耗极低，不产生肌肉纤维的撕裂，如何触发超量恢复？久坐导致的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可是，每天1万个俯卧撑会死人的。根据人体生物学，在没有遭到致命外力打击的情况下，人体的疲劳极限远远低于生理极限。有我在，你们死不了。就算肌肉溶解了，我也能用物理疗法给你们捏回来。现在全体都有，目标后山灵瀑，负重越野。1、2、3，我不行了，学长，我真的不行了。肌肉乳酸堆积过快， ATP 供给不足。很好，外部电信号成功接管了神经元。吃。学长，这太生了，而且没有灵气啊！闭嘴，这叫高质量蛋白质的原始输入，高温会破坏氨基酸的空间结构。吃下去。胃酸的消化过程会产生热量，你们需要这种大分子的多肽链来修复撕裂的肌原纤维。谁不吃完，立刻负重深蹲1000个。学长，我的腿，我废了！这不是断了，这是迟发性肌肉酸痛，伴随深层筋膜粘连。不用水疗术，法术治标不治本。我给你来一套物理筋膜松解术。通过强力的外部机械按压，强行冲散了堆积的乳酸，打碎了粘连的筋膜结节。站起来。我好了。当然，物理击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这是科学。继续跑，剩下的10公里，配速提高20%。这还是法修吗？7天时间，强制超量恢复期结束，肌肉维度的增长达到了初级预定目标。今天休息半天，补充高碳水和高蛋白。明天天骄团队斗技赛，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法术。下一场对决由内院天字乙等班的风暴战队对战外院丁字班的废柴联盟。
废柴联盟，钉子般的垃圾也敢来参赛？带队的是怪物李凡，找了群废物当队友。风暴战队可是由4个3阶巅峰法修组成的精英小队。李凡，这是带着3个拖油瓶来送死啊！哟，李凡，你还真敢带着这3个废物上来啊？怎么，怕他们丢人现眼，所以用黑袍裹着？放心，待会儿我的龙卷风刃会把你们的皮肉一起撕碎的。第一条战术指令：卸载多余风阻。那个女孩，我的天哪，她的腹肌比我的脸皮还硬啊！抛弃羸弱的肉身，以肌肉重塑法阵，废柴联盟肉身成佛。装什么鬼？不过是练了点外加横练功夫，法术面前一切蛮力都是纸老虎。连阵4阶联合法术风暴绞杀！好可怕的风系法术，这绝对能撕碎金刚！王富贵，构建防御工事。收到，队长。根据杠杆原理，给我起！这就是我的土系防御魔法，绝对物理平底。这特么也叫土系法术？你这明明是纯靠力气搬砖啊！大招放完了，现在该我们反击了。孙小猴，动能打击准备，目标敌风法师阵营。得令。物理学定律：速度即是力量。吃我一招！风系高级魔法超音速金刚亮衣杆！队长，我还没出手呢，我刚把8块腹肌热好身，准备给他们展示一下我的水系高压水枪切割术。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废柴联盟的战斗方式。法术会因为施法距离、灵气浓度、咒语吟唱时间而产生不确定性，但物理不会。质量乘以加速度，它永远等于力。一拳打在你们这些脆皮法师的脸上，你们就是会倒下。真正的法修不应该迷信魔法，而应该相信真理。56000度、57000度、6万度，核心温度看性测试进入峰值阶段。根据热传导定律，只要我的肌肉纤维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高频微缩震动，就能在体表形成一层真空隔热层，这叫绝对物理抗性。队长，你快别科普了，这地心三火脉太他妈热了，我感觉我的臀大肌都要被烤熟了。热就对了。
高温能加速你们体内多余水分的排出，让肌肉线条更加干拉。看看婉星，她的8块腹肌现在就像钢板一样完美。谢谢队长夸奖，不过我怎么感觉富贵哥的肉都快烫熟了？我们在这里到底要练到什么时候啊？练到你们能够依靠肌肉记忆在岩浆里游泳。李凡，不好了，出大事了！呼吸频率过高，心率超过140。慕容雪，你这样很容易引起呼吸性碱中毒。还管什么解梦亭啊？是狩猎游戏，京城贵族瞒着学院，开启了百族狩猎季。狩猎季？队长，是变态贵族把低阶妖兽和无魔平民关起来当猎物的残忍游戏。无魔平民？对，这是密令。雷狂为了报复你，把你父亲……队长，你没事吧？我很好。皇家猎场，直线距离多远？在京城北郊，距离太玄法院直线距离足足有500里。500里，跑过去太慢了。王富贵、孙小侯、林婉星，在，跟我去广场，我要借用一下太玄法院的护院大阵阵眼。队长，你要干嘛？当炮弹。李凡，他要干什么？快看他那个眼神，好吓人！他疯了吗？那是阵眼，触碰者会被大阵的反噬之力震碎的。物理学定律，弹性智能极限积蓄，给我发！45度，抛射仰角最佳。孙小侯，用你的风系力量，在我飞出去的瞬间，给我套上一个流线型的减阻风罩，听懂了吗？明白。雷将，狩猎游戏，很好。给我飞！风系奥义，绝对流线型风罩。流星，快跑啊！这群没有法力的两脚羊跑起来姿势真好笑。雷少，前面那个老东西跑不动了，让我爆了他的头，给您助助兴。爷爷，把那个叫李凡的家属抓来当猎物，真的没问题吗？听说那小子在学院里有点邪门。邪门？不过是个练了点歪门邪道、横练功夫的贱民罢了。他打飞了你2个弟弟，这是在打我雷家的脸，在打整个大千贵族的脸。我今日不仅要把他爹当成猎物射杀，我还要用流影阵法记录下来，全天下播放。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这大千的天永远是属于我们法修的，法力才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别过来！你们这些畜生，我们没有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们？我儿子是太玄法院的内院天骄，他叫李凡。老东西，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抓的就是你！你那天骄儿子还在当缩头乌龟呢！本校先烧瞎你的眼，再砍了你的头送他。小凡啊，千万别来！千万别来送死！去死吧，贱民！那是什么高阶流星禁咒？不对，那里面有心跳声，是活物！
少凡，爹，抱歉，来晚了3秒钟。你是什么怪物？你别过来！我可是伯爵之子。你的体温是37度，心率180。你刚才想用800度的火焰烧我爹，我现在把这800度的热量还给你。物理学常识：极度高压摩擦生热。放肆！借万法诛魔大阵，轰死他！死吧！小凡，快跑！心率500次每秒，血液流速突破音速，肾上腺素浓度500%。生物学限制，为了保护人类脆弱的骨骼和肌腱，大脑皮层会强制限制肌肉的发力，通常只能发挥出理论极限的20%，这叫做高尔兹腱器官的保护性抑制。但在这个不讲科学的世界里，如果还要讲究这种窝囊的保护机制，那就太可笑了。现在，解除大脑皮层限制指令，切断神经元痛觉反馈，关闭高尔兹腱器官抑制阈值，100%肌肉解放！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怪物？热身结束，现在轮到我给你们上课了。你别过来！器械剑诀雷影斩！材料硬度太低，含碳量不足。救命啊！数子感染，8戒秘法，金雷神法。来得好！核原体测试开始！不！混蛋！你竟然拿我孙子当盾牌！纠正一下，我这不是拿它当盾牌。根据人体导电率分析，当人体被强大的电压击穿后，会形成一个短暂的等离子导电通道，这叫人体自走型引雷针棒球棍。接招，人雷打！快跑啊！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怪物？我只是一个讲道理的物理学家。现在，狩猎游戏到此结束。下一个议题，关于废除无魔平民奴隶制的提案。5万兆帕，55000兆帕，6万兆帕，临界点到达，碳石子鲸鱼链重组开始。队长，你都被包围了，怎么还有心情玩木炭啊？我不是在玩，皇家猎场被我毁了，加上之前拆了斗技场的地板，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极其庞大。根据我昨晚对大前王朝通货膨胀率的测算，现在的物价逻辑存在严重问题，动辄几千万铜板的赔偿金，极其不符合正常的经济学模型。我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人，绝不会去抢劫贵族的钱财来填补亏空，所以我只能自己造钱。物理学定律：温度适宜时，石墨形态的碳原子会发生色变。给我撑！那是极品换金石。他用木炭捏出了极品宝石，徒手捏造天地奇珍，这是造物主的神通啊！物理到底是个什么神仙体系？这下老爹买四合院的钱
还有赔款都有了。李凡！大胆狂徒，还不速速滚上审判台受审！你身为太玄法院天骄，竟然以下犯上，毁坏皇家猎场，打伤副院长雷狂及众多贵族，你可知罪？我无罪。第一，狩猎无魔平民作为游戏，违背了生物种群延续的基本伦理，属于反人类行为。第二，雷狂对我发起致命攻击，我基于牛顿第三定律的反作用力原理，对他进行了正当的物理防卫。第三，猎场的毁坏是因为他们阵法材料屈服强度太低，承受不住我100%肌肉解放时的动能溢出，这是工程质量问题，不是我的道德问题。一派胡言！院长、诸位长老，此次满口谣言，信息残暴。他根本不是什么法修天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异端。他所用的力量根本不是法力。我恳请院长启动九幽诸魔大阵，将此次就地正法一经效尤。雷副院长说的对，此次仗着一身邪门的外家功夫，目无尊长。若不严惩，我太玄法院颜面何存？大前律法威严何在？李凡，本座不管你用的是什么秘法，在大前王朝，法术即是真理，法典即是天道。你触犯了平民不得冒犯贵族的铁规，念在你天赋异禀的份上，只要你现在跪下自废修为，向雷狂磕头认错，本座可以网开一面，留你一条性命，变为内院奴一级。放屁！队长明明是救人，凭什么给这群变态贵族下跪？果然，对于一个建立在错误基础公领上的逻辑体系，任何解释都是徒劳的。你们口口声声说法术是真理，说法典是天道，你们之所以敢这么嚣张，不就是因为法典上写着无魔白丁，世代为奴，而你们自诩为高高在上的有魔阶族吗？那如果我告诉你们，你们引以为傲的法术，你们所恐惧的这个怪物，重新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李凡，是一个天生没有魔力的，被你们称为白丁和奴隶的零魔力者。没有法文，他把法文擦掉了，那是画上去的。零魔力者，一个白丁，这怎么可能？他可是捏爆了太乙测灵柱，一口气吹灭了九龙天火罩，甚至徒手锤爆了7阶大妖的怪物啊！不可能，这不符合天道，不符合修仙逻辑啊！他真的只是个普通人，纯靠肉身打破了天道规则。你竟然是个白丁！你欺瞒了太玄法院，你亵渎了法修的尊严，奇耻大辱！这是太玄的奇耻大辱！众长老听令，此次乃是乱世妖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天道。立刻启动最高绝杀阵法9天诸神大阵，将此次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抹除。死吧，妖孽！9天诸神大阵，在结构力学中，任何复杂的空间结构都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它的共振频率和承重极限。你们以为这阵法是从天而降的？错，能量必须有载体。这个阵法的真正核心回路，其实就埋在我的脚下。他想干什么？快，大阵镇压！100%肌肉解放，局部定点爆怕模式，
冲量定理：当极大的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作用于一点，将产生不可逆的破坏性冲量。给我碎！这大阵碎了！这不可能，这不符合天道，这绝对不符合天道！不要跟我谈什么天道，在绝对质量和加速度面前，牛顿定律才是天道。现在，我们来谈谈正事。去把地院9层的天道法典拿来。他们对法术至上的信仰已经被我彻底踩碎了。所谓的集体意识共识已经不存在了。物理学常识：当材料的分子间作用力失去能量立场的保护时，它的抗拉强度将回归常态。旧的系统代码已经物理删除，现在我来颁布大前王朝的第1版物理真理修正函。第1条，废除一切以有无法力为标准的阶级制度。从今天起，没有魔力的人不再是奴隶。第2条，太玄法院的教学嘎纲必须进行极其严厉的整改。想要掌控强大的力量，想要不被我一拳打死，那就给我把肉身练好。所有人立刻给我站好，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脚尖微微向外，核心收紧，背部挺直。现在太玄全体，包括院长长老全员立刻马上给我做深蹲！1000个，少1个，我就用物理疗法帮你们松松骨。都给我蹲到底！谁敢偷懒儿？动作不标准，臀大肌没有发力，重做。3、4，哇！很好，只要肌肉的收缩足够强烈，乳酸的堆积足够丰富，这个世界的逻辑早晚会走上科学的正道。